你最近买半导体赚翻了，对不对？先别着急庆祝，你很可能正在成为华尔街精心挑选的最后一个接盘侠。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得到4个最核心的价值。第一，我会用实打实的数据告诉你，为什么这次绝对不是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重演，你不用担心会出现那种血本无归的全面崩盘。第二，我会给你3个必须死盯的黑天鹅信号，他们会在未来几个月引发整个市场15%到20%的深度回调。现在90%的散户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第三，我会教你一个简单有效的期权对冲方法，只需要用你利润的很小一部分，就能帮你保住现在已经赚到的所有收益，进可攻，退可守。第四，我会告诉你下一波真正能出10倍股的财富风口在哪里。现在华尔街的顶级机构已经开始悄悄从半导体撤离，往这个方向疯狂布局了。如果你错过这个视频，要么会在接下来的回调里把之前半年甚至1年赚的钱全部吐回去，要么就会错过 AI 时代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机会。现在很多人都在争论半导体到底还能不能买， AI 泡沫到底会不会破裂。有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革命，半导体还能再涨10年。也有人说现在已经是泡沫的顶端，随时都会崩盘，跑慢一点就会倾家荡产。你是不是也在这2种观点之间摇摆不定？看着自己账户里的盈利每天都在涨，既怕卖早了错过后面的涨幅，又怕卖晚了被深套在山顶。请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我们一起探讨探讨。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最近都在跟我炫耀说买了英伟达赚了多少多少，有的甚至已经翻倍了。说实话，我替他们高兴，但同时我也很担心，因为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在市场最疯狂的时候，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觉得这次不一样，觉得股价会永远涨下去。但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没有只涨不跌的市场，也没有永远的风口。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几乎所有喊着半导体要崩盘的人都拿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数据，他们只是在单纯的发泄情绪，而所有喊着半导体还能涨的人，也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根本没有想过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就不带任何情绪，只讲逻辑和数据，把这件事给你彻底讲透。我们先来说说过去1年美股半导体为什么会涨得这么疯狂。很多人会说因为 AI 发展太快了，对芯片的需求太大了。这个说法没错，但太表面了。真正推动半导体暴涨的其实是2个完全被市场忽略的底层逻辑。第一个逻辑是之前市场普遍担忧的全球供应链紧张问题出现了明显缓解，市场情绪得到了极大的修复。你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吗？当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全球供应链会彻底断裂，芯片会变得供不应求，很多企业甚至会因为缺芯片而停产。那种恐慌的情绪就像是以为自己得了绝症，每天都活在恐惧里。结果最后发现事情根本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供应链问题正在逐步解决，一切都在回到正轨。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直接点燃了市场的做多情绪。说白了，之前的下跌是因为过度恐慌，现在的上涨很大一部分是在修复之前的情绪错杀。第二个逻辑，也是更重要的一个逻辑，是 AI 终于真的赚到钱了。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之前大家都在质疑 AI， 说 AI 就是一个泡沫，只能讲故事，不能变现。但现在这个质疑已经被彻底打破了。Anthropic 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他们的年度经常性收入已经达到了120亿美元。你知道这个数字有多恐怖吗？就在2年前 Anthropic 的年收入还不到1500万美元，短短2年时间增长了800倍。这不是什么讲故事的 PPT， 这是真金白银的收入。这个数据一出来，整个华尔街都炸了，因为它证明了一件事， AI 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它是一个真正能赚钱的生意。而且这个生意的增长速度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行业都要快。既然 AI 能赚钱，那作为 AI 基础设施的半导体自然就成了最大的受益者。英伟达的利润增长了320%，就是最好的证明。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半导体的投资逻辑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也欢迎你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身边正在买半导体的朋友，让他们也能冷静下来，好好看看现在的市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很多人都在说现在的市场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一模一样，马上就要崩盘了。每次听到这种话，我都觉得特别可笑，因为说这种话的人根本就没有认真研究过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你，现在的市场和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有着本质的区别。2000年的时候，整个互联网行业有90%以上的公司连盈利模式都没有，他们唯一的商业模式就是烧钱换用户，然后讲故事骗投资人的钱。很多公司甚至连一个能正常运行的产品都没有，就凭着一个 PPT 就能在纳斯达克上市，市值就能炒到几十亿美元。当时有一个笑话说，只要一个公司的名字里加上一个 com， 股价就能翻3倍。但现在呢？现在的 AI 行业，尤其是头部的半导体企业，是真金白银在赚钱。英伟达的净利润率超过了50%，这在整个科技行业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标普500指数的成分股公司整体盈利超过了市场预期的12%，美国的 GDP 增长率达到了3.2%，失业率维持在历史低位。这些数据都在告诉我们，现在的牛市是有实实在在的业绩支撑的，不是靠讲故事吹起来的泡沫。这还不是最关键的。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美联储正在疯狂加息，连续加了6次，把联邦基金利率从4.75%加到了6.5%。而现在美联储已经停止了加息，市场普遍预期今年下半年就会开始降息，流动性环境和2000年完全是天壤之别。所以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我们绝对不会看到2000年那种全面崩盘的情况。那些喊着半导体要跌90%的人，要么是根本不懂市场，要么就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吸引眼球。但你先别急着松一口气，我刚才说不会崩盘，不代表不会回调，恰恰相反，我认为在未来3到6个月里，市场一定会出现一次15%到20%的深度回调，而且这次回调的幅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大，速度会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是不是听起来很矛盾？不会崩盘，但会有20%的回调。这就是现在市场最微妙的地方。很多人要么极端乐观，觉得会一直涨，要么极端悲观，觉得会崩盘。但真正的答案其实在这2个极端之间。接下来我要讲的3个黑天鹅，就是引发这次回调的核心原因。你一定要认真听，并且把这3个信号记下来，从现在开始每天都要关注。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发生，市场就会立刻开始下跌。第一个黑天鹅是油价上涨引发的通胀反弹，这是现在所有风险里最容易被忽略，也是杀伤力最大的一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盯着美联储降息，觉得通胀已经被控制住了，降息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通胀突然反弹，美联储不仅不会降息，反而可能重新加息。最近国际油价已经开始悄悄上涨了，而且上涨的速度越来越快。油价是所有商品之母，油价上涨会带动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上涨，进而推高通胀。如果通胀重新回到3%以上，甚至更高，美联储之前所有的降息预期都会被彻底推翻。到时候现在已经处于高位的股市会立刻迎来一场暴跌。很多人会说，油价上涨不是因为供需关系，是因为投机。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油价涨了，通胀就会涨，美联储就会改变政策，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但90%的散户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风险。第2个黑天鹅是美联储换届，现在市场所有人都在关注鲍威尔，但很多人都不知道，鲍威尔的任期马上就要结束了。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热门人选是凯文·菲沃什，和鲍威尔比起来，沃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他一直都认为现在的利率太低了，通胀的风险还远远没有解除，美联储应该保持高利率更长的时间。如果沃什真的接任美联储主席，那么市场之前所有的降息预期都会被重新定价。现在市场预期今年会降息3次，但如果沃什上台，可能1次都不会降，甚至还有加息的可能。这对股市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你要知道，股市炒的是预期，现在的股价已经把今年降息3次的预期完全定价进去了。一旦预期落空，股价就会出现戴维斯双杀。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散户在讨论，但华尔街的大机构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了。第3个黑天鹅是美国中期选举带来的政治动荡。今年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年，历史上每一次中期选举，美股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波动，而且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2党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选举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比如政策的突然转向、贸易政策的变化、财政支出的调整等等，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反映在股市上。而且越接近选举日，市场的波动就会越大，很多机构都会在选举之前减仓避险，这会进一步加剧市场的下跌。这3个黑天鹅，任何一个发生都会引发市场15%以上的回调。
如果3个同时发生，回调的幅度可能会超过20%。现在很多散户还沉浸在半导体暴涨的喜悦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风险正在一步步逼近。那面对即将到来的回调，我们应该怎么办？难道要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空仓等待吗？当然不是，空仓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市场什么时候会涨回来。如果你卖了之后市场继续上涨，你会踏空；如果市场真的下跌了，你也很难在最低点买回来。最好的办法不是空仓，而是对冲。用很小的一部分成本给你的整个投资组合上一个保险，这样既不会错过市场继续上涨的收益，又能在市场下跌的时候保住你的利润。我今天教你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期权对冲策略，哪怕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期权，也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这个策略就是买入对应指数或者你持有的个股的看跌期权。举个例子，如果你持有100股英伟达的股票，现在的价格是$1000，总市值是10万美元，你可以买入一张3个月后到期，行权价为$900的英伟达看跌期权。假设这张期权的价格是$50，那么你总共需要花费$5000，也就是你总市值的5%。如果接下来3个月英伟达的股价真的下跌了，跌到了$800，那么你的股票会亏损$2万，但你的看跌期权会盈利$1万。这样一来，你的总亏损就只有$1万，而不是$2万。如果股价跌得更多，你的亏损也会被限制在10%以内。如果接下来3个月英伟达的股价没有下跌，反而继续上涨，涨到了$1200，那么你的股票会盈利$2万，你最多只是损失了$5000的期权费，净盈利还有$15000，不会错过后面的涨幅。说白了，这个策略就像是给你的车买保险，你每年花几千块钱买保险，不是希望车出事，而是为了在出事的时候能把损失降到最低。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用5%的利润去对冲可能出现的20%甚至30%的亏损，这笔买卖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很多人会说期权风险太大了，我不敢碰。其实期权本身没有风险，有风险的是你用它来投机。如果你用期权来加杠杆赌方向，那确实风险很大。但如果你用期权来对冲风险，它就是最好的风险管理工具。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你，对冲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利润，不是为了赚钱。不要想着通过看跌期权来做空赚钱，那样就本末倒置了。你只需要用你利润的5%到10%来做对冲就可以了，不要投入太多的资金。现在很多人还在盯着半导体不放，觉得半导体还能继续涨，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半导体的上涨已经开始乏力了？英伟达的股价已经在高位横盘了1个多月，成交量也在不断萎缩，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说明大资金已经开始悄悄撤离了。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你未来10年财富的根本不是半导体还能涨多少，而是下一个财富风口在哪里。现在 AI 行业正在发生一场巨大的财富大迁徙，资金正在从 AI 基础设施层，也就是半导体和算力，大规模的转移到 AI 应用层。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你马上就能明白。当年的美国西部淘金热，大家都听说过吧？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去挖金子，觉得挖金子能赚大钱，但最后真正赚大钱的不是那些挖金子的人，而是卖铲子和牛仔裤的人。因为不管谁挖到金子，都需要买铲子和牛仔裤。现在的半导体公司就是当年淘金热里卖铲子的人。 AI 大爆发，所有公司都需要买芯片来训练大模型，所以半导体公司赚得盆满钵满。但你要知道，当所有人都开始卖铲子的时候，铲子的利润就会越来越薄，因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价格会越来越低。而真正的暴利会转移到那些用铲子挖出金子，然后把金子做成首饰卖给消费者的人手里。这些人就是 AI 应用层的公司，他们用半导体公司提供的算力开发出各种各样的 AI 应用，卖给普通用户和企业，赚取更高的利润。这就是 AI 行业的必然规律。任何一个技术革命都是先有基础设施的爆发，然后才有应用的爆发。互联网是这样，移动互联网是这样， AI 也不会例外。互联网时代最先涨的是思科、朗讯这些做网络设备的公司，最后真正赚大钱的是谷歌、亚马逊这些做应用的公司。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先涨的是苹果、三星这些做手机的公司，最后真正赚大钱的是腾讯、阿里这些做应用的公司。
现在 AI 行业正处在从基础设施层向应用层转移的关键节点，半导体的红利期已经接近尾声，而 AI 应用层的大幕才刚刚拉开。下一波10倍股一定会出现在 AI 应用层。那 AI 应用层具体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呢？我认为有3个方向是未来最有潜力，也是最有可能出10倍股的。第一个方向是 AI Agent， 也就是智能体，这是现在整个 AI 行业最火的方向，没有之一。什么是 AI Agent？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能自主思考、自主决策、自主完成任务的人工智能。它不是像现在的 ChatGPT 那样，你问一句它答一句，而是你给它一个目标，它就能自己制定计划，自己调用工具，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比如，你可以让 Agent 帮你安排一次旅行，它会自己查机票、订酒店、做攻略、预约景点，甚至还能帮你买好旅行需要的东西。你只需要告诉他你的预算和偏好，剩下的所有事情他都能帮你搞定。再比如，你可以让 Agent 帮你管理你的社交媒体账号，他会自己写文案、发帖子、回复评论、分析数据，甚至还能帮你和粉丝互动。AI Agent 的出现会彻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它会成为每个人的私人助理，每个企业的数字员工，未来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由 Agent 来完成。这个市场的规模会是现在半导体市场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第二个方向是云计算。很多人会说，云计算不是一个老行业了吗？怎么还会有机会？你错了。AI 时代的云计算和之前的云计算完全是2个不同的东西。之前的云计算主要是提供存储和计算服务，而 AI 时代的云计算会变成 AI 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未来所有的企业都不需要自己训练大模型，也不需要自己买昂贵的芯片，他们只需要从云计算公司那里租用 AI 算力和现成的大模型，就能开发自己的 AI 应用。这就像是之前企业不需要自己建发电厂，只需要从电网买电一样。现在全球的云计算巨头，比如微软的 Azure、亚马逊的 AWS， 都在疯狂的布局 AI 云计算。他们正在把自己的所有数据中心都改造成 AI 数据中心，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的 AI 服务。未来，云计算公司会成为 AI 时代最大的卖水人，赚取整个行业最稳定也是最丰厚的利润。第3个方向是垂直行业的 AI 软件公司。通用大模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的机会在垂直行业。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痛点和需求，通用大模型无法满足这些个性化的需求。而垂直行业的 AI 软件公司会把大模型和行业知识结合起来，开发出针对特定行业的 AI 解决方案。比如医疗行业的 AI 软件可以帮助医生诊断疾病、分析医学影像、制定治疗方案。金融行业的 AI 软件可以帮助银行做风险控制 （fraud detection）、智能投顾。教育行业的 AI 软件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这些垂直行业的 AI 软件公司虽然市值可能不会像英伟达那么大，但他们的增长速度会非常快，而且护城河会非常深，因为他们掌握了行业的核心数据和知识，这是通用大模型公司无法复制的。现在很多人还在盯着半导体，觉得半导体是 AI 的核心，但我要告诉你，半导体只是 AI 的入场券，而 AI 应用才是 AI 的真正未来。现在华尔街的大资金已经开始悄悄布局这些方向了，很多 AI 应用层的公司股价已经开始悄悄上涨了。如果你现在还不开始关注，等所有人都反应过来的时候，你就只能追高了。现在很多人都在问，我现在手上有半导体的股票，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短期可以继续持有，但一定要用我刚才教你的期权对冲策略，给你的投资组合上一个保险。同时，你可以开始逐步减仓半导体，把资金慢慢转移到 AI 应用层的公司里。不要一下子全部卖掉，也不要一下子全部买入，分批操作，控制好节奏。如果你现在手上没有半导体的股票，那我建议你现在不要追高了。现在追高半导体，风险远远大于收益，你不如把目光放长远一点，开始布局 AI 应用层的公司。现在 AI 应用层还处在早期阶段，很多公司的估值都还很合理，未来的增长空间非常大。现在很多人还在争论 AI 到底是不是泡沫，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不重要，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泡沫，互联网有泡沫，移动互联网有泡沫， AI 也一定会有泡沫。但泡沫破裂之后，真正有价值的公司会留下来，并且会成长为万亿市值的巨头。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的时候，很多公司都倒闭了，但谷歌、亚马逊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现在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
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公司都破产了，但苹果、特斯拉活了下来，并且成为了现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AI 时代也会是一样，泡沫一定会破裂，但真正有技术、有产品、有盈利的公司会在泡沫破裂之后迎来更大的发展。我们要做的不是去争论有没有泡沫，而是要在泡沫中找到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公司，并且在合适的价格买入它们，长期持有。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很多人之所以赚不到大钱，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太着急了。他们总是想在最短的时间里赚最多的钱，总是在追热点，总是在频繁交易，结果就是他们永远都在接盘，永远都在亏钱。真正的投资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他们不会在意短期的涨跌，他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行业和公司，找到那些真正有潜力的公司，然后在合适的价格买入，耐心持有，等待时间的玫瑰绽放。现在 AI 行业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半导体的红利期即将结束， AI 应用层的大幕才刚刚拉开。这是一次100年一遇的财富机会，也是一次残酷的财富大洗牌。有的人会在这次洗牌中实现财富自由，有的人会在这次洗牌中倾家荡产。你会成为哪一种人，完全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麻烦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后面我会继续分享更多关于 AI 行业的深度分析，以及具体的投资标的和操作策略。我会带着你一起抓住 AI 时代最大的财富机会。最后要跟大家说清楚，今天视频里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任何涉及到金钱的决策，都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决定。